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你好，星期六程毅上综艺再添新笑料，张智霖大胆吐槽自己没自由。每一次程毅参加综艺，都在用实力证明聪明是可以演出来的。自莲花楼之后，程毅带着他的待播剧《富山海》再次来到好六街，与程毅一起现身的还有张智霖、魏巍、张一格4个人，戏里戏外竟然都要踏入江湖武林，进行一场场的比拼。好六街因为《富山海》主角团的到来，再一次召开武林大会，并派出6个门的成员发起武林之约，迎战富山海的4位大侠。由于好六街6个门的掌门人丁成新正在闭关，所以由敌门杨迪暂担代掌门之职，率领双开门高瀚宇、奇门张延奇、串门李雪琴对战强敌。这次武林大会，几位大侠将会被分为2组，每位大侠的身上都会被贴上10枚标签，这也将会是他们在武林大会中的招牌。只有在比拼中获得胜利，才能保住自己的标签。而比拼失败的队伍中，每位大侠都要上交指定数量的标签。整场比拼结束后，手中标签最少的成员将有更大的概率接受最终惩罚。8位大侠分成2队，一边是程毅担任队长的富山海队，一边是杨迪担任队长的6个门队。当程毅被公布成为队长的时候，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乐观地做出了一个努力的手势，为自己打气。程毅的综艺感在于他眼神中透露出的清澈的愚蠢和总会令人措手不及的脑回路。即便是杨迪这种综艺经验满满的人，面对程毅都会无计可施。所以节目组为了照顾程毅，特意将第一项比拼定位拔鳄鱼牙齿的小游戏。众所周知，杨迪在这个游戏里就没赢过，所以当程毅与杨迪对决时，程毅十分谦让的让杨迪先动手时，杨迪直接破防，凭什么我先来？但是令杨迪意外的是，这一次他竟然赢了。果然，程毅会用他的综艺感打破所有玄学。平平无奇的小游戏，是不是只有程毅玩才会这么有意思？答案是肯定的。当他们需要用塑料袋、搭讪、杨迪这3个关键词造句时，只有程毅会脱口而出一句：爸爸妈妈把塑料袋扔了，搭讪了杨迪。为了照顾程毅，如此离谱的一句话并没有算他错，但是当他第2次造句只是将爸爸妈妈改成爷爷奶奶的时候，节目组就不好偏袒了，只是给了他1次更换的机会。搞笑的是，程毅再次造句，又把爷爷奶奶换成了自己。只更换主语，就觉得是换了一个句子。程毅这个表现，还是自己偷偷彩排2个小时的结果，只能说别太为难孩子了。当关键词变为腹肌、程毅火的时候，程毅的回答更离谱，竟然造出了一句：爸爸妈妈说腹肌坏了，需要烤一下就火了。不仅造的句子搞笑，还弄丢了主语，只顾着爸爸妈妈，把程毅给弄丢了。当关键词被换成老板、膏药和钞票的时候，程毅终于不说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了，但他每一次造句又都离不开打老板了。估计此时营销号的脑洞已经开始运作了。疑似程毅暗戳戳不满老板，多次扬言要打老板。震惊！当红明星程毅似与老板不和，竟想动手。屏幕外的我，此刻已经和屏幕内的其他人一样，笑疯了。更搞笑的是，程毅造完句，需要指出下一个造句人的时候，他竟然猛猛地指向了何炅。何炅只能无奈地反驳程毅：“我是主持人。”被迫造句的何炅灵机一动，按照程毅的脑回路造了一个句子，将前3题的关键字都用上了。最后1题的关键字是大侠、挠痒痒和痒痒挠，
程毅造句终于没有逻辑问题了，但是嘴又开始瓢了。程毅单独排练的2个小时，到底在排哪个环节呀？脑力比拼的环节结束后，又到了反应能力的比拼了。这个环节将进行2个小游戏，第一个是泼水游戏，根据指令抢夺水杯向对方泼水。程毅真是肉眼可见的紧张，一直在忙碌，又不知道在忙啥，还提前练习了一下抢水杯和挡自己的脸，可到了游戏中才发现根本就是无用功。因为程毅太沉浸于做指令的动作，导致开抢的指令被说出后，他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杨迪抢先了。因为接连失败，所以当程毅终于抢到了水杯，泼水成功的时候，开心的简直像个孩子。由1v1变成2v2的时候，程毅竟然还和张智霖分工，自己负责扰乱对方，结果依然是他很忙，但不知道在什么。第2个游戏叫做身不由己猜词，2人一组，身后的人根据词语摆弄前面人的肢体，前面的人负责猜词。程毅这组还没上场呢，就一直在捣鼓，投降输一半可以吗？虽然程毅没有底气，但他们的表现却出乎意料的默契。搞笑的是，程毅每次猜出答案都着急庆祝，好像已经赢了的样子，太像个小孩子了。但是这个环节最大的笑料不仅在程毅身上，还在张智霖身上。当他们组需要一次丢掉3个标签时，张智霖首先选择了自由，随后解释说自己本来也没有，之后选择财富，随后解释说反正也不在自己手里，最后选择事业，虽然解释说都是被迫上班的。因为张智霖的选择像是无声的抗议和吐槽，导致袁咏仪虽然不在现场，却好像也来了一样。最后一场比拼是一场体力游戏，2组都从起点出发，在黑暗中前进，直至拿到抱枕，在亮灯时保持静止，否则会回到原点。抱枕被拿到后，2组进行抢夺，拿到抱枕的人可以进行攻击，但只有在黑暗中才能移动。第1轮张智霖开局就锁住了高瀚宇，令他还没开始玩就已经被淘汰了。毫无游戏体验感的高瀚宇在第2轮中直接呈现饿虎扑食的状态，大杀四方。直至程毅的队友接连被淘汰，孤立无援的程毅还一脸认真地询问：投降输一半行不行？被拒绝后，程毅灵活走位，令高瀚宇误打同伴，先淘汰了张延琪，又干掉了李雪琴，最后结结实实地砸中了杨迪。原本程毅必输的局面，被对方的高瀚宇力挽狂澜，变成了平局。因为平局，所以2组人都要各丢掉4个标签。一路输来的程毅，最终只留了一个健康的标签，其他的都放弃了。原来在抛开事业、财富、自由等等一切的时候，还是好好活着比较重要。最终究竟谁免于惩罚，就要看标签箱中什么标签被抽上来。于是张延琪丢掉的财富被何炅拿到了，全场只有杨迪和高瀚宇保留了财富，幸运的免于受罚。遇水则发是这项水瀑布惩罚里最美好的寓意。当各位大侠在经历过努力的比拼和艰难的取舍之后，留下了最想要的标签，成就了不同的一生。虽然遇到磨难，却依然有最美好的期望。或许这便是不可捉摸的人生，而我们一路走来，无论丢掉了什么，都不要放弃希望，相信柳暗花明，老天自有安排。就像程毅在录制开始之前，便给何炅发信息，觉得自己又要产生笑料了一样。可实际上，这一期的内容里，程毅不仅有笑料，那宛若游龙的矫健身手也格外惊艳。